私としたくならないの？全く少しもそういうこと考えないの？舅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说起这4月最受争议的番，我不说大家也一定知道，目前已经更新4集了，真的是越看到后面越胃疼。有的人捡到 JK 可能是砂糖，有的人捡到 JK 可能是沙优。首先我不得不承认沙优的颜真的是很绝，但是这个行为也太让人费解了吧。后面我也试图问一下大家的看法，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T 恤到底讲了个什么东西呢？请听我娓娓道来。温馨提示，切勿把自己带入角色中，否则务必提前打好120，珍爱生命，保持吃瓜心态。我们的男主叫吉田，是一个100分白亚萨西的老实人，那真的是一点水分都没有。他今年26岁，就职于一家大型的 IT 企业。吉田有一个暗恋5年的同事叫伊犁。这天，吉田和伊犁吃饭的时候，诚心的邀请他回家坐坐，这很明显就是变相表白了呀。伊犁先是一愣，然后拒绝了吉田，并且说出了自己有男朋友的事实。吉田失恋后约朋友出来喝酒。话说回来，这个伊犁也真是有意思，有男朋友还能和人家暧昧5年。吉田是越想越生气，喝的就有点多。结果在回家的路上，他发现了一个 JK 少女坐在地上，忍不住上前教育她，让她赶紧回家。おじさん、止めてよ。会ったばかりのおじさんについていく女子高生があるか。少女名叫沙优，是一个没有钱还离家出走的女高中生，每天靠这种方式寄宿在各种男人家里。吉田是个老实人，这么漂亮的 JK 流落街头，他也于心不忍，便带回了家。沙优也不想白住，作为报答，他想着为吉田来点特殊服务。吉田虽然喝多了，但他还是顶住了，随口说了句想喝女人做的味增汤。结果第二天，沙优就做好了味增汤等他起床。吉田因为喝太多已经断片了，沙优把昨天的情形复述了一遍。吉田再次对他教育了一番。学校からドロップアウトしたガキだってみんな働いて金もらって生きてんだ。为了纠正沙优没钱没地方住就色诱男人的思想，吉田准备收留他一阵子，并且保证不对他动手动脚。就这样，26岁的大叔和失足 JK 少女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如果故事到这里，大叔教会了少女自尊自爱，少女也迷途知返，重回自己的家庭，或许后期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争议。但是编剧好像就是要和大家对着干。刚开始，沙优在家做家務，吉田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基本上就是普普通通的日常。之后，吉田还给他买了新衣服和生活用品。一緒に寝よ。お前だ。啊，这说好了改邪归正呢。吉田还顺便夸了一下，你笑起来真可爱。然后就是各种蜜汁脸红，咱也不知道这身经百战的女战神这个时候害羞了什么劲儿。编剧是铁了心往纯爱番上走，为了丰富人物关系，吉田公司的实习生右叶喜欢上了他，两个人在公司里走的也是越来越近。再加上最近吉田总是早早打卡下班，很多地方都变得干净整洁了不少。最主要的是他这胡子每天都有剃，再也不是一个邋遢的大叔了。这个时候海王姐姐伊犁彻底坐不住了，他把吉田约出来吃饭，顺便问他是不是在和右叶谈恋愛。入社してから5年間、ずっとあなたのことを思ってたんですよ。好家伙，这是什么品种的国父舔狗？吉田问他，你都拒绝我了，为什么会关心我和谁在一起呢？伊犁的回答是这样的：自分を好きって言ってくれた男の子がすぐに他の若い子に取られるのはちょっと尺じゃない。这还不是最骚的，最骚的是吉田问了一个问题：你的欧派有多大？伊犁也毫不避讳地告诉了他，这具体有多大啊，宝贝们，你们自己猜吧。吃完饭，吉田回到家就迎来了 JK 的拥抱。昨天因为一句话脸红脖子粗，今天肢体接触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我都怀疑沙优离家出走这半年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患上了多重人格。如果以上你还觉得可以接受，那么第3集编剧真的就是直接喂食了。他可能怕大家不够恶心吧，特意帮大家回忆了一下沙优是如何为人服务的。之后沙优陷入了困惑，为什么别的男人都缠她的身子，吉田却对她无动于衷？而当天晚上，吉田正好答应了右叶去看电影，预定的电影院就在吉田家附近。过了很久，沙优见吉田还没回家，准备出门去找，正好看到吉田和右叶在一起，两个人是有说有笑，然后他就误会了。沙优找了个公园躲起来偷偷哭泣，恰巧右叶经过，看到他这么晚一个人在外面，坐下来陪了会儿他，两个人就没有人会无条件的对他人温柔一事。
展开了讨论。右叶的意思是对他人温柔是不需要理由的。他说着说着就变味了，他说想到这个温柔的人啊，就止不住的思念。沙优也表示赞同，大体上的意思就是他俩都喜欢上了这个老雅萨西。另一边的吉田回到家，看到沙优不在家，马上跑出门寻找，最后在公园发现了他俩。三个人一见面才发现他俩讨论的就是一个人。之后沙优乖乖的和吉田回了家。回到家后，这妹子又整起了幺蛾子。她脱了衣服抱住吉田，然后就是上下其手，一边勾引一边脸红。我觉得一个能脸红的妹子吧，根本做不到这种地步，好吧？吉田言辞拒绝了他。沙优说，如果警察发现他私藏女高中生，肯定会被逮捕的。作为补偿，他想为吉田服务，因为以前他要是不给人服务，就会被人赶出家门。之后吉田还说，你在家洗衣做饭已经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安心的住下去就好了。隔天沙优说自己想去附近的便利店打工，吉田想着那里有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没准还能交个朋友，也就答应了。然后沙优还真的就交到了朋友，这个黄头发的妹子叫做超剑。她听说沙优和哥哥一起住，非要去他家看看。见面后，吉田帮沙优隐瞒了过去，但是昭剑还是发现了异样，所以在离开的时候，他只让吉田一个人送，目的是想知道他俩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吉田守口如瓶，并且拜托他和沙优做好朋友。昭剑看他这种操作，忍不住夸他雅萨西，然后留下了一句话：さゆちゃそう笑顔の使い分けめっちゃうまいから気をつけてあげて。第二天，吉田在下班的时候收到了伊犁的邀请，说要晚上一起吃饭，然后还是那家熟悉的烤肉店。这次吉田提前告诉了沙优，两个人吃着吃着，吉田问伊犁为什么一直关注自己。伊犁说他一直都喜欢吉田，只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才说自己有男朋友。吉田先是不信，随口说了一句：“你喜欢我，可以深入交流吗？”伊犁表示：“我还是第一次，但是你要是要求的话，我可以。”吉田瞬间意识到自己开玩笑过头了，连连道歉。然后他说自己不会再表白了，被喜欢的人耍得团团转，像个二傻子。他让伊犁找好时机，好好表白。伊犁答应了，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而另一边的沙优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是吉田发来的，他说要带伊犁回家。沙优说自己会出去住一晚，吉田说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伊犁想要见见他。第4集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剧情的走向真的是有够刺激，我甚至想知道之后发生了啥。T 恤原本是一本轻小说，这能动画化也是让人出乎意料的。首先从人物设定上来说，就有很大的漏洞，以神似少女为噱头，却没有表达出其中的深意。一个有这种经历的女孩子，还能天真可爱时常脸红吗？非要树立一个清纯的形象，却干着一些正常人干不出来的事儿。想做纯爱番，就给女主一个干净的人设嘛；想做教育类的，就把女主的人设改成不光遇到了缠她身子，还遇到了变态，然后导致性格沉闷不爱说话，用这个警醒那些失足少女迷途知返，不比这个强呀。上一个让我这么胃疼呢，还是捏造陷阱 NTR， 还好九九我心态好，只要抱着吃瓜的心态，他们就气不到我。切记不要把动画剧情带进现实生活中，以免误入歧途。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喜欢九九的可以点个订阅，爱你们，